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终于，我们又重新开张了，在2024，我们第一次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全球事。同样欢迎是我们最棒的嘉宾郭正亮老师。今年是甲辰年，你知道吗？甲辰年怎么样？你不要点头而已，你要讲啊。推背图第41图，请你回去看一下。你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好不好？不要让大家 Google 嘛，直接讲嘛。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今年选举非常的多，台湾刚刚结束了一场啦，但是呢，其实在今年全球的运势上，也可能跟这些选举有关。好，原因是因为年底美国要重新选总统了，川普呢在昨天爱荷华州，刚刚赢了过半，气势如虹。这都赢该不会不会一路撑到底？没人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在现在红海这一边的局势确实不是太稳定哈。美军一个星期出手3次，依旧没有办法把它压下来。那这应该要怎么看呢？等等要该好好请教亮哥，但我看亮哥有一点点等不及，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前面同样呢希望用这吃播的形式来跟大家一起见面哈。来看到的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是过年期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准备伴手礼呢？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来跟您推荐这个呢是很有名，来自台东的清泽礼盒10大伴手礼的首选。这个蛋卷哪里特别？你感觉有特别不？包肉松。包肉松是黑桥牌肉松，多你给我讲看嘛，有胖不？有涩不？哎呀，这个你有没有觉得皮不一样？收了啊，嘿啊，皮有没有不一样？它皮特别厚，会比一般的厚1倍以上，然后比较特别是很香，对不对？可是你都吃过了。没有啦，我们一定要是帮这个亮哥严选最好啊，对不对？很香是因为它用法国诺曼底的奶油，不错，所以它不加一滴水，也因为这样，所以它全程其实你可以吃到那个香浓还有酥的感觉。那刚刚呢，亮哥吃到这个呢是这咖啡色的哈，也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呢是肉松口味，黑桥牌肉松口味。那另一个手上拿这个呢，应该是芝麻口味，对不对？花生酱口味，对，花生酱口味，而且我们这个花生酱是用福源花生酱，就是金胖帮了金母名迄个福源酱花生酱哈所以呢，在这一次他们推出了这个蛋卷之厉害，曾经有这个团购网，10分钟卖1万盒，等于1分钟卖100盒，非常惊人的记录。吃起来感受如何？有这个厉害的这个程度吗？你怎么感觉？有饱足感。蛋卷会吃到有饱足感不容易，有很多蛋卷都吃起来怕就是它很薄啦。我就不要讲那家3个字。但是这个其实现在，因为我知道做蛋卷的品牌很多，那很多人呢，其实，在蛋卷送蛋卷的时候，最怕是什么？最怕就会压坏掉啊，或什么。但是这个蛋卷呢，它因为很扎实、厚实、扎实，所以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直接侧面图，来花生酱这个侧面图，你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有多厚？这我的拇指头在旁边比，是不是就跟我的拇指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哈？它很厉害。那也因为这样呢，所以它吃起来会特别。刚刚这个亮哥讲的很有饱足感，那因为也厚啦，所以吃起来那个香的那个余韵啊，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留存比较久啊。这个它连那个塑胶都比较厚，因为比较保护啦，然后吃起来让你的感受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其实福源花生酱比较特别，是它里面应该是有颗粒，很香啊，很绵密的花生酱啊，我一定要喝这样，好，今天跟大家，这喝进来哈，你看里面这个花生酱很绵密，回去可以喂女儿吃，这个就可以哦，哈，这个小朋友、大人、小孩、老人家其实也适宜，虽然它呢很有饱足感，但是它其实不会太甜，那所以这个其实老人家也蛮合适的。另一个要跟您推荐的是什么？要跟您推荐的是这一个，这个要把它打开来，按照挂包啦哈。这个是什么呢？你拿到包装盒呢，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好吗？里面其实小月饼哦。过年期间，我们就希望大家发。直接就在上面一个这个给你一个发字，然后可以让你呢在这个新年吃完之后呢，就一路的发下去。这个呢很有趣，这个礼盒叫什么？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想说，这今年是过年时准备上盖好，因为它叫做
1000000，有没有？你拿到的时候就长这样一个礼盒，然后金光相向，打开来之后呢，它其实包装的非常漂亮。是啥？是月饼还是蛋黄酥啦？蛋黄酥，还有紫玉酥，凤梨酥、紫玉酥跟甜薯，好，其实呢，这3样，你看到它这个其实看起来就是综合啊，综合口味，它可以3选2。你可以譬如说选紫玉啊，或者是加凤梨，或者是凤梨加上甜薯哦，3种口味，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字，有的是发，然后有的是金元宝的样子，都不太一样。这个等等的也可以请这个亮哥哈，那么现在刚刚就起起来。口感如何？因为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推出来的一个产品的1000000，感受送礼过年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首选啦。好，我们要边吃边讲，然后要边来评论一下我们的国际大事。停了这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又发生了好多事呢。不行的话呢，今年是甲辰年。甲辰年就动荡年，动荡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你看推背图41图，你就惊死啊！惊死！那么阮今仔暗来，大家稍微在网络上面网络的时阵，就甲帮你谷歌一下，说文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哈。对，在此之前拍谁哈？我们现在讲一下刚刚这个哈。介绍还没讲啦，假料还没讲介绍。来，现在呢，我们这个全网独家贩售，因为我知道是这个礼盒非常热卖啊，现在据说其他地方都买不到了，目前只有在我们这边买到。匠心蛋卷礼盒现在呢是730块钱，那还有另外我们刚刚讲这个1000000的金元宝造型。礼盒是660块钱，那如果呢是2样，你凑起来有990就可以免运，而且呢，如果你一次带5件。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比如说回娘家啦，阿姐因兜甲行一个啦，阿姨因兜甲行一个，其实算嘛爱5啊吧，5盒的话就可以再打88折，所以算下来的话，这个应该是比较划算的。好，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有满1300，欢迎大家输入2024的折扣码，就可以再折168块钱。祝大家新的一年一路发好吗？欢迎大家。一个蛋卷礼盒里面是12只，是不是？一个蛋卷礼盒里面是各6只吗？18只，18只，对，18只各6只，对，各6只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口味叫什么？芝麻。芝麻 ，OK，还有一个口味叫芝麻，好，欢迎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尝鲜一下。好了，过年的时候呢，要假丁啦，哈，但是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刻上头，大家会说到底谁在国际上吃到甜头啊？为什么？因为呢，达沃斯论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这一届达沃斯论坛你会发现了，中方真的是重兵压阵，好，原因是李强他亲自出马了，同时呢，他还带了这个双位数就10几位的部长级的人物来到了现场。那这一次呢，其实他很明确的，就是希望能够跟这一些外部的资金啊，或者是说这外部的企业来传达中方欢迎大家来投资哈，持续跟大家互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而同时呢，在今天礼拜3，他们公布了他们这个2023年的 GDP， 同样是有保5的。那另一个部分呢，是李强特别提到经济增长呢，还有保有5.2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他认为疫后经济虽然很多人认为中方现在内部有一些他们自己内部循环等等的问题，但是呢，这持续势头比起其他世界上的国家，说实在的啦，还是比较强劲一些。但是呢，另一个部分是什么？另一个部分是，发现了他也直接跟冯德莱恩会面，希望欧盟这边呢能够放宽一些技术性的出口限制。讲的当然就是比如说阿斯摩尔这一些原因是最近发现了中国这边大买阿斯摩尔这边的一些机台，买的比台积电还要来得多。那在整场的这个达沃斯论坛的行程里面，感觉李强跟很多人都见面了，但是没有跟布林肯见面。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亮哥，您怎么样来看？第一就是李强他这一次带了这么多人来，他到底希望传达些什么？当然，他现在跟瑞士，因为今年是建交75周年，所以也有蛮多的意义，也签了很多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啦。但是另外呢，大家看到的是美中在所谓的经济论坛上面有一种好像针锋相对，或者是有一种在互别苗头的感觉。因为达沃斯论坛就是企业界智库代表、政府官员都会去嘛。那李强带了10个部长，等于是让他们熟悉这些世界级的各国代表。那重点是瑞士啦那因为你是总理嘛，
事实上，像你这个级别去达沃斯，就只有你跟马克宏。那个布林肯他只是一个外长啊，对不对？所以那级别跟李强当然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瑞士的总理到停机坪接机耶，那我还弄了一个那个军乐室啊。那后来双方就签了很多嘛，包括中国跟瑞士本来就有签 FTA， 对，因为瑞士它是永久中立国嘛，所以它就相对比较不受北约跟欧盟的限制啊，所以跟中国的合作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制约啦。那其实李强做这个动作，我觉得大概也意味着就是说，那个走欧盟那条路是不太容易走得通的啦，因为要共视觉嘛。27、28个国家你怎么弄啊？现在欧盟乱成一团，有亲美的力量，有亲俄罗斯的力量，对不对？那还有极右翼，所以他也不抱期望，就是说中欧投资协定有机会审啊。所以他们最近在做的都是双边，各个击破，可以这样理解吗？你也不要讲的那样了，就是说可能就双边啦。双边就用双边去推啦。那各国至少可以落实一些东西嘛。那最明显是法国嘛。对。那事实上，肖兹也去过中国嘛，对不对？西班牙也去过，是。荷兰也去过，那瑞士没有去嘛，所以他就来瑞士。因为瑞士也算欧洲重要国家啦。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对欧洲的重要的国家欧陆了啊，就是双边的一个都高峰都见过了。那接下来当然就看英国了，因为英国苏纳克比较反中嘛。那最近他这个外长换了这个卡梅伦，我认为卡梅伦应该会去访问中国了，因为他过去就是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不过你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这个在我们说上次这个李强他就是负责经济的嘛，那他上次我记得是在博鳌论坛嘛，他的演讲，就中国就是这个全球的不确定的全球的动荡的世界中中国可以提供确定性。是我记得去年他有讲过这个话，那他就讲出4个确定嘛，那我觉得他目前大概就是来欧洲继续来表达了，说你们不要看衰中国了，中国事实上是很确定的，那政府也即将做哪些事啊？那你 IMF 的估计，中国今年也有4.6啊，对，因为今年的经济真的不好，不是只有中国不好像美国。我们估计去年是2.2，美国今年可能只有1.4啊，哇，差很多呢。是啊，那全球一般估计今年大概只有2点多，大概2.9啦。那去年有3点多，就是所以今年的经济是比去年还挑战。是。那欧洲本来就很不好嘛，欧洲大概有6个国家是负的，所以李强来就是要来表达说，其实中国经济还不错，那是大家发展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也陆续在推出开放市场嘛。我想他都有讲到啦，什么进口博览会啦、供应链的博览会啦，等等等啊，就是他是欢迎欧洲去投资的。是。那瑞士，因为瑞士在中国，因为他们交往很久了，我去查了一下资料。瑞士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大概也有20几亿美元那项目很多啦，就是因为瑞士很多都是中小企业嘛，是它都是那个隐形冠军那种的那很多都在中国有投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除了习近平之外嘛，其他都到了，就准国事访问了，所以瑞士也是很看重啦，所以你就看到了。签了非常多的协议嘛，那因为瑞士本来就是比较主张自由开放的，所以他也借这个舞台，还有达沃斯论坛的舞台，大概是讲同一件事啦，都在讲就是你们不要看衰中国的经济啦，
啊，那你们不要把中国抹黑了，说好像中国越来越严格了，不对外改革了，开放了，你们的理解都是错的啊。那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还是乐观的。他只是不好意思讲说，那美国才1.4啊，你怎么不去笑他，对不对啊？我这边还有1.6、4.6啊，对不对？那美国才1.4，你怎么不去说美国的经济有危机啊？对不对？他只是没像我这样讲话。其实我觉得时间点还蛮有趣的，因为是在周三，他们表定是周三17号的时候要公布这一些，统计局公布这些数字，但是他早先就知道了。对，他在前一天他就赶紧，他先在面对这些外资、这些企业的时候，他就直接先讲了，我们去年就是5.2，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达标的，我们是有在我们的预期的路程上面的。他其实想跟大家确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他有特别强调就这个歧视性贸易这件事情，你怎么样来看？这个跟冯德莱恩讲没有用，他快下台了。对，而且你跟欧盟讲没有用，因为这个个别，比如说那个阿斯麦尔，那是荷兰嘛，那跟欧盟有什么关系？他承受压力也不来自欧盟，是来自美国啊，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坦白讲跟欧盟讲没有用啊，因为你又不是跟欧盟要谈什么协议，所以那个只是说在这地方又见到你啦，令人讨厌的人啊，你又来啦，那因为他是欧盟执委主席嘛，那好歹还是要见个面。那还是当他的面提出类似对美国商务部长完全一样的话，我知道那个王文涛也在美国啊，是跟 Raimondo 讲的完全一样，用的语言完全一样，公版就对了。是啦，可是都没有用啦。你跟 Raimondo 讲也没有用啦 ，Raimondo 也不会改啦。那更不要讲冯德莱恩，冯德莱恩根本不管这个啊。是，那你怎么预期？就是在今年，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数字是说，在今年年初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在艾斯摩尔这边，其实中方这边是大买，而且呢，他们是等于就是以这种最后抢货的那种方式来买。那大家呢也就发现，去观察在月初的时候，我跟你讲不是这样，怎么样？要怎么理解？因为阿斯麦尔啊，阿斯麦尔的订货到出货要18个月，对，所以你今年最近几个月看到的数字，实际上是1年半前的订货。所以人家早就在准备了，超前部署了。超前部署，不是说我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现在抢单，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阿斯麦尔这边公布的数字，对，它的销量是，所以就表示出货了嘛。对，那这个订单是18个月前，18月前，那个时候确实就已经知道美中关系是啊，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是做了很多准备了。那他现在手上的 DUV 有1400台，对。所以坦白说了，就是阿斯麦尔你不要卖，是不是？那我加减用是没什么问题的。那搞不好2年之后我就做出来了。那你自己不要这个订单，你自己看着办啦，就这样啊。那除了这个就 DUV 之外，其实呢，在这一次的 CES， 对大家也发现了哈，在这个拉斯维加斯这边的这个展，过往其实中方因为是电子消费展嘛，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大牌啊，什么华为什么都会来。但在今年，大家就发现大牌已经慢慢的先一部分的离开，然后呢，他们有一些厂商甚至是抱怨说自己被排到比较远的地方。我说的是中国大陆的厂商啦，所以其实，在美中这一块，是不是今年这依旧会是一个主旋律？不是CES 是在美国办的嘛？对，在美国，我讲的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那边。美国又卖不动，是因为美国卖不动，不是？当然啦，不是因为美中之间只是这么尴尬啊。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不好做生意。你要做代理商，对不对？进口商，对不对？对，你要负责维修呢。是。那你没有卖到一定的量，你培训这些人员你也了解呢。是。对不对？对。那所以，比如说我随便讲嘛，谁敢去卖比亚迪？你怎么知道美国政府会怎样？那美国政府就会劝你，跟你讲说啊，你不要卖了，不要。他会跟你讲啦，说不要啦，不要啦。他没有禁止哦，可是在美国就没有看到比亚迪啊。就是这样啊。那你去各州推，就会有人跟你讲，我不要让你设店，就是有这种力量嘛。华为也是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要去幻想美国市场啊，这样可能会比较自在一点你给我比较honky哦。不，有一些特别的产品啊，比如说比亚迪啊。比亚迪它从去年开始就在东京设旗舰店。
那他要在日本设100家，那他卖的车就是中低端的车，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豪车还没出来，是那个 U8还没出来，那比亚迪的那个中低端的车卖得很好啊，因为对日本人来讲好便宜啊，你知道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吗？他在大陆卖是卖8万人民币，哎， 8万人民币比台湾的 March 还便宜，是不是吗？是，他的电动车呢？那他现在等于是全系列都出来了，是，他最近出了 U8，定价109万人民币，那已经是高级车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急啦，他也很忙啊。比亚迪刚订了一个7700个车位的汽车货轮，他要运到别的国家来。他第一艘刚做出来，就是以往来说，大家是要拜托，要自己去租货柜啊什么，他现在自己来就对了，自己做了，自己来。那他中国的市场，他遥遥领先第一嘛。是。那等他出口的国家多了，所以我认为他不急啦。我干嘛让美国的代理商这么痛苦？因为你还要负责维修呢，还有零组件的更换。那坦白讲，就是一大串供应链。那不是说单纯你代理进口什么卖完就这样就卖完了，不是这样啊。你是车子，你是要负责维修的，是零组件供应的，那是一长条啊。是，所以那个是要有很大的资金投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像比亚迪跟华为，应该没有去幻想美国市场。就是务实一点看，以刚刚这个亮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今年甲辰年啊的推背图第41章是不是啊？就是就这样起起伏伏，前途未明的情况之下，卖熊熊这。我们讲的是两岸哦，你讲的是两岸哦，这样中美也有这样起起伏伏吗？没有，因为推背图应该只推两岸吧？哦，推背图只推两岸，刘伯温只有看中国啊。哦，也对哦，这样思考也是。不是刘伯温，我说错了，是吗？谁？是那个唐朝那两个。唐朝哈，那确实啊。刘伯温是烧饼哦，来，唐朝的推背图到底现在这适不适用？美中关系有没有可能就真的是甲辰年？因为甲辰年我们讲的是看一个流年嘛，那流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世界版图上也是这样起伏？因为其实呢，在美中较劲，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在科技的这个部分，除了科技之外，其实另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还有他们在外交场合上面，在整个世界盟友上面，谁的朋友多嘛？这一次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我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你看李强他这一次去呢，有特别见到了这个瑞士这边的总理啊，那像您刚刚讲的嘛，他除了去接机，然后停机坪里面大肆欢迎之外，他还陪他搭车、搭火车直接从这个苏黎世，然后到他们的首都这边去开会，旅游的火车，很漂亮的一个就观光列车这样子。那阵仗上面比起来，当然啦，李强的身份这个总理的身份，然后跟国务卿是不太一样。但是呢，竟然就会有人开始讲说，不行哦，我们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就会被人家比下去。所以你才会看到这种什么英美方担忧，说不能被中国压过。以前好像比较少看到这种，这是 political 的一个爆料啦。对，我猜是美国驻瑞士大使的爆料。是那他就是觉得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安排让布林肯见到一个瑞士高阶官员，对，不然就没面子嘛。对。可是问题是，人家是总理带10个部长啊，那规格本来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瞎比较啦。瞎比较，你就一个布林肯，人家哪有时间理你啊？你又不是谈经济的。对瑞士总理来讲，当然经济比较重要啊。你布林肯来都嘛是在谈政治的，不然就军事的。我对那个没兴趣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想太多了啦。但美中今年呢？因为今年其实，在世界的局势上面，现在美国这边，因因为他们今天要选总统，美中没有去了啊。对。
选总统事情比较多嘛，那刘建超去，现在有一派的讲法是说，刘建超很有可能会变成接下未来中方外长这一个位置。您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推测？因为呢，他去的这一趟，其实布林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很直白的跟大家讲，我们其实因为是在台湾选举之前谈的嘛，所以我们也有谈到台湾选举这一块。您怎么样来看这一个部分？刘建超，我觉得这是去美国带有一点考试的性质啦。你也认为是考试？习近平看你的本事啊。习近平真的在找外长啦，就是王毅那么累，对不对啊？那刘建超的经历很丰富啦，是，他也外放过别的国家，也当过外交部发言人，他也在经济会计的单位待过啊。所以他资历非常完整啊，然后我事实上也看了一下，他去参加那个 CFR 啦啊，就是国外交事务协会，是，那很多人真的来捧场啊，所以大家还是想要看这个人什么样子啊。美国真的就是用外长规格接待他了，这一次啊，因为他是中联办的这个主任嘛啊，中联办就代表党嘛，党务啊。这个刘建超的英文显然比秦刚要好啊，那也比王毅好哦。因为王毅是留日的，是啊，那他好像是牛津的，因为我看到他在那个 CFR 那边真的是侃侃而谈啊，思路非常的周延。那个介大使我就寄一些片子给介大使看，介大使就说非常 diplomatic， 就他讲话非常得体，外交专业，然后周延。一个好的外交官就是得体加上周延啊。比如说，就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谴责哈马斯啊？”又来了，你知道吗？又来了啊！我让他回答真的非常周延。还有人家问他说：“红海这样，那个货轮被炸啊，干嘛？那中方为什么不出来谴责胡塞武装这样？”他就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回答到对方本来想要挑毛病挑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么厉害？对，就是这样。这都是很难的题目啊，是啊，不容易，而且很尖锐，对，很尖锐啊。他就说，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谴责了红海胡塞武装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不能攻击平民的船，是啊。他说这跟我们在第一时间谴责哈马斯不能攻击以色列平民是一样的。他就先这样讲。然后他说，可是以色列现在打加沙，杀害那么多平民，我们认为已经过度了。你还有话说吗？立场明确。是啊，非常明确啊，是啊，就是这样啊。他逻辑很清楚了啊，而且因为他的英文好啊，所以就滔滔不绝，不会有断掉的状况。不会，他英文相当好。因为我听过王毅跟秦刚的英文，他的英文比他们好。那你怎么看？因为有的人说王毅跟秦刚一般以来啊，秦刚大家认为说他比较就是以前那个杨洁篪英文也非常好，对，杨洁篪英文非常好，但是他们比较被列为一种就是你知道就比较狼性一点点，也不能这样，不然你现在去形容这个没有意义，比较战狼啊什么，他比较温一点，你怎么样来看这个调性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对话？我看不出秦刚狼在哪里啊，没有啊，我认为这个都是西方媒体在胡说八道了。真的是狼不会做到这个位置啦。你懂我意思？狼有可能是发言人，有时候有一些要讲话尖锐一点，比较明显是赵立坚嘛。是啊，你也不能够说毛宁跟汪文斌有时候讲话会比较严厉啊。那你说他那个时候就变狼了。他平常就不是啊。所以用这种形容实在意义不大了。但如果他当了外长之后，很多人对他的形容是他其实是在习近平身边一个非常亲近的人，因为很多人用救火队来形容他，包括您刚刚提到他其实任职过非常多不同的部门，那所以就被认为是救火队之一。那这一次外长又选缺，所以当他去到美国的时候，大家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如果是以他来出任的话，您怎么样预期就是未来在对美这一块的关系，真的习近平就是完全会放权让他去好好的处置吗？我不认为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个人角色啦。
他们基本上是一个 team 啦，那只是他要赶快进场来分摊王毅的工作啦，太累了啦，真的很累比如说王毅，因为中国的开年外交都是去非洲嘛，对，他现在那你看他去这个埃及啊，那一下又飞去南美洲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因为你是以这个全球南方为主体的大国嘛，对，全球南方有多少国家？累死你啊！你不像美国啊，美国是以北约为主啊，北约国家又没几个，对不对？那而且北约已经是一个成型的组织啊，对不对？所以美国如果要谈欧洲的大事，到北约谈就好了，大家都会来啊。那全球南方现在又没有一个共同的组织，所以中国就都要去啊，那很辛苦啊，所以他需要有人来帮他分摊呐，是，那尤其是美国这一块啦，美国这一块除了谢峰之外，也还要有外交部这个层级的人嘛，所以我觉得，反正我觉得习近平手上应该有几个名单，这是其中之一啦。你觉得只是之一，他不是已经是接近 final 没有？这只是之一。我认为，反正他大概很快就会做出任命。但是还在观望，应该他考试了，考试去应考去考试。那怎么样来看？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在今年的美中关系，当然美国要选举，所以是一个变因。那目前呢，因为台湾的部分就是赖清德当选了嘛，所以他们认为这也是一个变因。你怎么样来看这两个变因的共识存在？赖清德对中美来讲，他们就联合管理啊，其实讲难听一点叫联合管控啊，那因为习近平在旧金山跟拜登见面的时候，有提过这个问题嘛？对，就说你不是说不支持台独吗？那你要落实啊，那你要么就是不要武装台湾啊，要么就是支持中国提出了和平统一嘛，对不对？那拜登不回答，因为这两个美国目前都很难做到嘛，因为美国还要军售啊，那你要叫美国现在讲出和平统一，他也讲不出来啊。是那我就看你怎么去管理赖清德嘛。所以他现在不是派个代表团来台湾吗？对不对？那私底下讲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我相信一定相当严厉了。因为今年无论如何，美国绝对不会允许台湾变成变数，因为他在选举。对。而且美国已经有乌克兰跟这个以色列加沙两个战场他不会允许你这边又开个战场啊，所以他无论如何就是要压住。那所以我认为他对赖清德会不假辞色，就是会直接而直白。对，因为赖清德的当选感言那天讲话实在是太过了。你这个当然会引起北京的恼怒嘛，好不好？因为今年大概有50个地方要选举。对。那赖清德当选那一天，他就说，这个是民主阵营第一场胜利。你是在讲什么？你跟习近平在选啊，而且你也没有胜利啊，你才40%，对不对？那第二，他又说，这个我们打败了外力这个介入嘛，外力介入。那第三说，我们要持续走正确的道路，不走回头路啊！你这个每一点都相当的挑战啊，挑战对方啊，你知道吧？而且不要讲挑衅啊，就你就冲着我来嘛，这3点每一点都是冲着人家来嘛，所以你看隔天1月15号，诺鲁就给你断交了。这个诺鲁断交，我认为他是同时针对美国代表团来，然后布林肯对赖清德做出恭贺嘛，对，那也针对赖清德的发言，就中国外交部就出手了。有一种讲法是说，会不会是其实之前就有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大家都知道诺鲁最近他们有一些什么时候要拿出来用？对，这个叫工具箱嘛。不啦，中国大陆肯定有准备的啦，因为他们也会收集讯息嘛，大概知道他当选几率蛮高的。
可是重点是你的言行嘛。就 maybe 他也许会 hold 住不出手，本来就是啊。比如说陈水扁大陆整整 hold 了2年呢，没有对陈水扁恶言相向啊，因为陈水扁表现得非常低调。陈水扁在2000年318当选，他当选当天他就知道情势不对，因为他也是双少数啊，得票没过半，然后立法院也没过半。陈水扁当天就非常低调，他说我会用最大的善意跟努力。那个时候两岸连正常化都还没有，是，然后来跟大陆谈直航投资，列了一大堆议题啦，连军事互信都放进去了，都放进去，还有那个政治谈判，全部都放进去了。我说会尽最大的努力啊。他318就讲那话，那5204不1没有就出来了，对，就说只要中共不武力犯台，他不会宣布台独嘛，两国论不会入宪嘛，等等嘛，然后不会去修改宪法嘛，改国号嘛，那也没有什么那个国统纲领要不要删除的问题嘛，啊，就稳住局面。事实上，陈水扁那个时候刚当选，大陆也是完全陌生啊，就是国民党第一次下台嘛，是民进党第一次上台，我觉得中国大陆是这样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比蔡英文啊，就比较明显啊。蔡英文当然是民进党的啊，可是蔡英文他那个分寸拿捏的比较好，用字遣词上，所以大陆他2016年就职演说，大陆不是说要补考吗？对，所以他就是59分啊，当然你还是没过啦，因为9个共识不讲嘛，对。可是他并没有对蔡英文做经济制裁啊，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嘛，对不对？啊，赖清德是0分啊，59分跟0分还是有差吧？有了5分跟5分的差别，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商务部第一波的贸易壁垒调查已经出来了，对，选前就出来了，是。那现在外交部诺鲁断交就出来了，就在你当选的隔天，表示对你完全没有信任嘛，或者用比较简单的话讲，就是他认为你就是台独嘛。那蔡英文至少当选的第一届，还谨守了很多模糊的空间嘛。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是假成年就是这样。假成年，到底这假成年还有多少的信息？知啦哈，现在才多少一月而已，1月都还没过完，才过一半而已。到底今年会有哪些事？今年其实事情真的非常多。你讲，推背图讲成是从农历算的，哈，所以没开戏哦，对，没开戏，没开戏，不能可惜啊。哎呀，从农历开始算，甲辰年好来，这个年大家要小心应对了，好不好？为什么？其实在经济上，今年也会有很多起起伏伏。今年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变因了。除了说呢，先前你要涨外资卖多少？卖多少？你都没在看股票？我没在看，我没在看。你跟我讲。昨天外资卖掉410亿。为什么？因为那个两岸的氛围吗？还是我就看到我跟你讲啊，他第一天啊，礼拜一嘛，1月15嘛，中午诺鲁断交就传出来了。对，那天就是赖清德当选之后第一天嘛，股票本来拉80点嘛，对，收盘是33，然后今天全卖啊，昨天就全卖，因为今天礼拜3了嘛，昨天是礼拜2。昨天跌199点，就是投资人的信心啊，外资的信心，对台湾的判断，然后台币重贬1.77角，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止卖股票，还汇出，就是不要这边可能不要留太久，先走再说。不是啊，他看到好像有一些变数，风雨欲来。那我先走再说啊。先走再说。本来投资就是这样啊。有的我先收起来，
啊，我们先有需要我们再回来。当然是这样啊。对，钱嘛，没有人想要钱不见嘛，是不是？可是呢，在现在这个时刻，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这个经济上面会有一些动荡？最主要原因是再来请亮哥讲一下这个鸿海这边了。原因是因为在今年货运，大家说航海王会不会再回来？货运现在呢，这个价格也是越来越高，最主要原因是受到了鸿海等等的危机影响。那当然啦，如果说这个地图在这边如果说呢正常来讲走鸿海的话呢，它就是这样子走啊。现在没办法，现在要绕好望角，所以除了它的时间增加，当然它的运费也增加了，而且呢，再来就是它的时间越长，那它不确定性当然也就会比较长。那现在呢，这几件事情结合起来，在凯达这边呢就直接的讲了，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鸿海嘛。卡达这边就是说你哈萨不解决，鸿海的危机无法解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刚刚呢亮哥讲到的这个胡塞组织这边，他们针对的一开始在鸿海这边发动攻击，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要声援在加萨走廊这里的组织。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你会问了，以哈战争现在到底打到哪里？好，现在呢，其实以色列他们整个大军已经到南部这边，已经打完，而且收场了，说强度呢要减缓。可是他们的国防部长讲了这么一句话，他们说啦，说现在呢，基本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他们会说未来会由巴勒斯坦人来统治加沙，也就是他们不会拿这个地方。但是到底是不是要完全撤走？其实呢，他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空间答案，因为他说呢，其实后续他们还没有讨论到，还有下一步还没有结束，但下一步是什么还不知道，所以这整场的战事现在你还不能说它完全结束，只能说现在呢，因为真的是很惨，已经死了24000人，好，所以呢，他们现在说先让在法国的斡旋之下，先让他们送一些药进去给以色列的人质，可这些人质还没有办法获得释放。那这场战事呢，还持续僵在这个地方，也就让这一些穆斯林团体包括胡塞组织、武装组织这些比较激进一点的，他就直接开始开轰了。然后呢，美军直接回呛，因为呢，在这货轮里面也有一些跟美国相关的货物嘛。一个星期美军呢轰3次，但是仍旧卡不住他。而且胡塞组织还直接讲：太好了，我本来以为你不回应了，你打我之后，只要美国的、只要英国有关的货轮来，我就直接打。而且现在已经打到连在这个亚丁湾这边，其实也都打，就是他已经不是只锁在那个红海的这个区域，他们在外面一点，亚丁湾这边他们都打得到，都开始了，距离都打得到。对，可是一直以来，他连苏伊士运河的尾部都打得到。一直以来，大家以为说他可能就是 focus 在这边，没有，他现在是越打本来是曼德海越来越外面。那这场就会变成说，你这附近都会变成是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之后怎么办？请教亮哥，你怎么样来看现在的这个局势？怎么办啊？对啊，这按那刚我话都改过，不可能啊！今嘛不过还有不知道第几阶段的，我嘛不知道今嘛到第几阶段，反正他就是没有要停的意思。他的联动就是以色列，你继续打加沙，我就轰红海啊。不就是这样啊？所以他得到很大的正当性啊。我讲的是在阿拉伯世界，所以他不会缺少金援或军援嘛。对，因为那些有钱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人敢出面嘛，那小弟们愿意出面嘛？你可以不给钱嘛，不给军火嘛，那你们每天在家里生气啊，说以色列怎么不赶快结束战争？可是你们没有能力叫他结束战争啊，真正的大哥们都不动手啊。那小弟来帮你动手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沙特还讲说，如果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获得解决，他或许会承认以色列。他现在还在讲这个呢。不，这个就是两国方案嘛，以色列反对啊。对啊，讲这种都是空话。我跟你讲，他们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就是从2个月前听到跟现在听到一样呢，标题好像没有多大差别呢。就是军事只能用军事处理了，用外交没有用嘛。你没有兵，你出不了兵啊，嘴巴讲没有用啊。中国够大了吧？中国斡旋多久了？还在安理会通过决议，有用吗？照打。因为中国大陆在中东没能力出兵嘛，对，这很现实嘛。是啊，在中东有能力出兵的国家没几个嘛，一个叫伊朗嘛，一个叫俄罗斯嘛，一个叫土耳其嘛，请问你们愿意出兵吗？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埃及嘛，埃及是最大受害者啊。对，苏伊士运河就是你的收入啊。对，你怎么不出海军来护航？
对啊，你为什么不保护你的苏伊士运河？他有加入那个啦，美国不是要成立一个什么什么护卫队？这不好嘛，因为主要的军舰就美国跟英国嘛，大家都知道嘛。所以，因为美国跟英国后来对胡塞武装的阵地做空袭嘛，是啊，可是美国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嘛，因为军事上可以解的方法只有2个嘛，一个就是以色列你停火嘛，对，那我这边就停火嘛，是啊，那另外一个是美国直接地面部队嘛，那把他胡塞武装赶离海岸线嘛，就是跟你正面对决。对，你用空袭的没有用啊，因为你空袭一走他又回来了，因为它是一个短小轻薄的游击战嘛，他用火箭弹、用无人机、用小艇在骚扰货轮啊，那货轮怎么赶来？我干嘛赌运气啊？那结果因为美国去炸它嘛，它火大就对美国一个货轮开火啊，对，就炸一个洞啊，是，对啊，那对货轮来讲，不管英国或美国的，你敢来吗？炸那个洞，请问谁赔啊？对不对？只有意外险啊。意外想你美国政府能10倍，你美国政府能赔我吗？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会有联动的经济上的效益。对啊，实际上连中国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呢？因为中欧贸易的量非常大。那现在刚好是中国那个春节要交货的时候。对，因为之后中国要休息啊，对不对？那他现在变成送货期至少延2个礼拜嘛，所以现在就有一些代工的厂不接订单了，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交货啊。那我做了，万一有时效性，订单不能履行啊，对不对？所以人家就停工啊。所以我跟你讲，中国也是很困扰啊。那欧洲也是啊，欧洲就这边想说我要不要下订单，因为有时候我要的是急单啊。对。结果你1个月之后才来啊，怎么卖？就是这个已经产生了销售上的困扰，制造上的困扰。那这个你刚刚讲那个运费的提高，那只是小部分嘛。是。对啊。这整个经济都受到影响了。对，逐渐的。逐渐慢慢。它不是那么快，可是就是慢慢。因为它也会塞嘛，大家好望角这边已经开始在思考说，天哪，全部来我这里，那我这边有办法消耗吗？我可能也会塞港啊，而且我跟你讲，可能也会没办法吃。好望角那边的本名啊，不是叫好望角，那叫什么？但是我跟你讲，有时候你去看到好地名通常就是那个地方很坏。真的啊？我就是用这个来克它，洗白是不是？要洗白。好望角叫那个好望角是 Good Hope 嘛，它的原名叫暴风角那个地方非常危险，暴风雨。对，它的原名叫暴风角，所以船开那边，坦白讲是很辛苦的，而且你往上开，经过西非，那个几内亚那边那边是整个非洲地区海盗最多的地方，这一块，对，它的海盗跟索马利亚在东非齐名呢。就是以前可以稳稳的走，现在是啊，没办法，因为索马利亚已经被封住了嘛，因为吉布提各国来设海军基地嘛，所以索马利亚的海盗现在不敢乱来嘛，是，所以以前这边是稳稳啊，对，那你现在变成要走海望角，海望角常常有气候不稳定，洋流不稳定，然后还要往上经过几内亚、奈及利亚那边，那边一大堆海盗啊，就这样啊。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另一个讲法是说中欧班列哇，这么弹丢啊，就全部都靠他们。对，可是这样讲也是不这样讲太简单了。太简单，因为这个船运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大宗物资，对，就能源嘛、粮食嘛、钢铁，或者是很重的东西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这个比较轻的民生用品，那它是薄利。所以量一定要很大，对，不然会亏钱。所以中欧班列对这种项目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中欧班列通常送的东西都是高价品，就至少是中高价品才划算了。因为你再怎么运都没有船大啦，
比如说你要运，我们随便讲，因为这是货柜船嘛，堆叠的嘛啊。比如说你要印衣服啦，纺织品啦啊，衣服就是利润很低嘛，就是便宜的衣服啊。对。所以你要运量很大，你才会赚钱啊。衣服没有人在运中欧班列的，中欧班列可能是运这个比较好的啦啊，什么笔电啊那种的，比较贵重的，比如说微波炉啊那种的，你知道吧？啊，中欧班列已经满额了啦。对。啊，可是不够用，还远远不足，远远不足啊。所以，因为中国大陆的因素是综合的嘛，是，它就全球供应链，因为它是制造大国，也是贸易大国，然后中欧班列你赚到钱没有错，可是总的来讲还是亏钱，因为它要运到欧洲的货就卡住了，对，所以中国大陆还是不希望这里发生事情啊，是，就还是希望能够解围啦，可是解不了，因为它是跟加沙那边联动的那结果现在各国的货运公司发明了一招啦，就雇佣中国船员，对。他们就在自己的，因为他们说有一个什么航日表还是什么的，然后那边呢，基本上他只要写上他是中国，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比较不会被打。真的有差吗？这个有差，有差哦，金价啊，对，真的有差那中国船员甚至因为他当然不能挂中国旗啦，可是就是说他还故意去更改航程表，对，说他没有要去以色列，现在基本上是埃及啊，你看这次王毅不是去埃及吗？对，我觉得他选择埃及也是很刻意的啦，因为埃及刚加入金砖嘛，是，所以礼貌上也去拜访一下，可是刚好这个时候有红海问题嘛，那中国跟埃及的立场完全一样，就说这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啊，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跟红海的问题，就是损失最大的就是埃及啊，对，苏伊士运河的运费现在都没了，是，所以他可能会出来斡旋呐，就是说，开到欧洲的你就不要打，好不好？你只打去以色列的啦，最好是有办法，他会分得那么清楚啦。不啦，那个航程表看得出来了，因为那个国际航程的那个船表，那是公开的资料，就跟飞机一样，飞机你不可能说随便给人家改航班啊，所以也怕他准。重点是你要看得到那个资料，他是打火箭弹或者用无人机去打嘛，所以他先会锁定，然后他可能用小艇去确认是不是这一艘，就先确定这一艘，对一对资料嘛，说是要去以色列的，好细这样，那他现在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就是说，对啊，你美国跟英国来打我，对不对？只要是美国跟英国的船，我就打。是，就是他要去美国跟英国的，然后或是美国英国寄出来的，或是那个是美国英国的货轮，反正就只要跟他们有关，他就打就对了啦。不是，打船主啦。船主，他上面的要去的地方也有关啊，因为船是这样嘛，有船主，但他就打了一个希腊的啊，还有那个是经营商，那是经营商，那船主就是看那个希腊的，你指的是他是经营商是希腊，还是船主是希腊？那货是船主，一般啊，营运的，对，那个船要有人来管嘛，所以就会有一个经营团队来嘛，就是这样。那现在已经变成就是，比如说像美国，比如科派他们就直接讲了，因为他们石油能源的嘛，他们就直接讲，我们家就不经过这里了。我那个风险太高了，对，风险，因为你被打到就爆炸啊。然后另一个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拜登政府现在要打算再把胡塞组织列为恐怖分子，那个没有用，有用吗？没有用。我就想问他，一个礼拜打3次都压不住他，没有用啊！你列为恐怖组织，他还不是住在也门？可是那你想想看，这个对拜登选举其实他还是会有影响的啊，他对他的国内经济也没有比较好啊。那他有办法？我就想问嘛。这两个是联动的，所以你绕来绕去啦，绕来绕去你没有办法，那就是你该输嘛。我跟你讲啦，川普他一定主张我就出兵，因为共和党是很挺以色列的，对，你民主党分裂嘛，对，所以我跟你保证，这个议题如果到了6月还没解决啊，川普一定主张出兵，把胡塞武装给消灭了，至少把他打退。
共和党一定这样主张的啦，我跟你保证啦。你既然拜登就是这样也不要，这样也不要，可是拜登是在怕什么？就是他打胡塞武装，那他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撤不出来啊？那这样岂不是等于战争扩大吗？他自己也聊都可以这样。是啊，而且胡塞武装后面还有伊朗，是我搞不好就又从黎巴嫩真主党那边开打了。是，那这样战争不是越来越大？因为加沙战争有3种规模嘛，一个就是在加沙打，对，一个叫做代理人战争嘛，是，就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打，对，也门还有伊拉克圣城旅啊，这一些这个叫代理人战争，第3个就是伊朗也进来了，其实伊朗进来就是叫区域战争，所以我们分成3个规模来看嘛，是加沙战争还是代理人战争还是区域战争？那拜登就是他很早就下了死命令，说只能是加沙战争，加沙代理人战争都不允许，代理人不行，不允许，不允许，就是锁在这个地方就对了，对，不要让它蔓延出来。对对，可是他们现在也直接去打了，就是也门那一边啦。所以没有啦，所以我才说常常有一些介于灰色地带的犯规动作嘛。他那天也给人家炸伊拉克的民兵啊。对啊。那以色列不是去炸黎巴嫩，炸死哈马斯的2号人物？是啊，那这个就不算吗？这个就是算啊，可是灰色啊，因为我没有真的打啊，我是碰一下又进去又出来，又停了又停了，他也没进去了，他用导弹打的。对啊，这样不算吗？好啦，说不算就不算啦。政治有办法这么清楚吗？好啦，这个不是法律啊，不是非黑即白啦，还是有一点灰色这样子啦哈。但是其实讲到这边，就当然啦，在欧洲，包括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其实到目前为止呢，也还没有到一个停歇的地步，甚至普丁在今天讲话，又开始让大家觉得说，会不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等等。那包括了刚刚怎么讲到的加沙战争，战事一直在进行当中，大家希望它缓和下来，希望它停火，好像都很难去完成这个使命。好，大家就开始在想了，说世界上千万不要找第3个地方，南海这个地方呢，被认为说是非常有可能是下一个。好，最主要是因为现在这边确实局势紧张啦，哈，就是大家开始分队站队嘛。那目前呢，就为了化解这个紧张局势，其实呢，这个长久以来他们都有一个西太平洋的海军论坛小组会议，之前呢是在日本办的，今年留到了在中方这边办，大概30个国家70名代表与会，讨论的就是如何修订海上的意外规则，要防止的就是擦枪走火的危机。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在菲律宾这边，应该就是那个老大哥美国持续的在给他撑腰啦，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在讲啊，说我们这些9个岛礁军事能力要能够升级啊，这边都不能住人怎么办？我们希望让我们军队能够。中业岛有住人啊。他有说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啊，所以我知道，那你就去施工嘛。对啊，要施工，要全面让大家能够驻守啊。他没有钱啊，那是吹牛的。军舰啊，要再增加雷达啊。你去装嘛，你去装嘛。对啊，加日本呢，日本要开始跟我们呢来这个相互准入协定啊，之后我们也许可以来互相部署军队啊，有日本有美国给我靠山，我觉得我 OK。你觉得这边会有什么样的，在今年会有其他的反应吗？不会，因为他实力太弱，不成比例的，完全不成比例。菲律宾的军费是多少？你知道吗？菲律宾2022年的军费只有32亿美金，那去年变成40亿，那台湾在蔡英文特别预算采购之后，大概是150亿，中国大陆是2500亿。你菲律宾到底要打什么？你菲律宾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啊！你怎么打？你的军舰搞不好还没射到人家，人家就已经打到你了。是。那你那个海警船这么小只，能干嘛？所以那个叫什么？这个叫螳臂挡车啦。这也不是螳臂挡车啦，因为车也没有要打你啊，是超美亚朗给刚啦。超美亚朗给刚国语怎么讲？草莽都攻击吗？没了，就是蚱蜢啦。蚱蜢在那边在公鸡的面前在那边耀武扬威嘛，
这个本身就是个笑话嘛，也不知道干嘛。你也没有战术目标，也没有战略目标，就是变成一个猴戏啦，你知道吧？连菲律宾，因为我看了一些菲律宾报纸的一些资深的专栏作家，都认为小马可仕简直是让菲律宾丢足了脸啊，就是这样。就你是在做一些很幼稚的行为嘛，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就好比说台湾跑去福建沿海说，那你要干嘛？你能反攻大陆吗？就是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啦。但是在菲律宾这一块，因为它持续它在南海这一边，它还是希望能够跟中方校正，我可以这样讲吗？我认为他是不啦，我跟你讲，政治人物啊，有时候讲话是为了转向用的啦。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仁爱礁、黄岩岛，我以后就不要去了啦。没有驻守的我就不要去，我可以理解成这样吗？对，我就转到我已经占领的地方了。那他的表面的理由是要来做军事建设啦，你知道吧？所以当我看到他说，就是以前就是比较在内政问题上，我现在希望能够把它转到国防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他其实就是守在那个有驻军的地方、有驻守的地方，然后还没，因为那个不可能让他建设嘛。没有，是他的岛啊，是他的岛。可是问题是，比如说像那一艘船，他怎么可能让他本来是仁爱礁嘛，所以他意思就是他不要去搞仁爱礁了嘛，他要来搞完全是属于他的岛嘛，大概是这意思嘛。可是他军方不能认输啊，不能认怂啊，所以他就说我们决定，要在我们所占领的9个岛上开始做军事建设。这样你听懂吗？这个事实上是一种转进啊。我没有读懂它里面的话就是了。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军事外交啦，他要转了。军事外交转，然后看看他还能够在什么利基上面继续的来跟他的这个好盟友们、队长们来说，你看我有在做，我有在做，我努力的在做这样子。不，就是仁爱礁跟黄岩岛，大家就暂时忘记了。但是他在中业岛会持续努力。中业岛本来他就占领了。对啊。OK 好，那西太的这个部分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因为在美国现在看到呢，第3艘的航母现在也把它开过去了。那当然啦，其实呢，在今年他们这个雷根号会先回来嘛那会不会就是其实雷根号回来之后呢，这个卡尔文森号他们就会一直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一次突然之间3艘都在这里？是有什么样的轮替，还是有什么样的准备？在西太平洋这边持续大家还是在关注的是，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大区域大家的和平繁荣跟稳定，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没事了，拜登要选举。你搞讲假成年，我很惊你。假成年是台海啦，台海哦，南海本来就打不起来了啦。那个还是去担心乌克兰跟那个以色列比较实在了。OK，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亮哥。不过呢，在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来再一次讲一下，我们这个如果说呢，这个年菜啊，伴手礼，还没准备的话，欢迎大家呢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好，这个呢是非常好吃的蛋卷。刚刚呢有特别的跟大家来讲哈，有花生，然后有芝麻，还有黑潮牌肉松的口味。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蛋卷是皮非常的厚的，比一般蛋卷的都还要厚到大概有1倍左右。那里面用的，譬如说像花生酱，它就是福源花生酱，所以非常的绵密。那肉松呢，用的就是黑潮牌肉松，绝对都是顶级的内馅。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来参考一下，原因是因为这个真的很香，里面不加一滴水，非常非常的胖，吃了之后还会有饱足感。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这个这个是我们亿万两的这个伴手礼，里面呢一打开就是一个发字，希望大家呢在新的龙年都能够发啦。那再一次的告诉大家哪里买。来，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礼盒可以到我们聊天室的这个蓝色栏目这个地方点下去，那就有链接可以购买。在今天比较特别，同样是会有这个优惠码2024，满1300输入2024可以再折168。同时呢，如果你一次买5件以上的话，结账的时候就会再打88折哦。换算下来，其实大概可以算一下，真的是不利亚划算哈。比如说像这个蛋卷礼盒里面有18个，那如果再打88折呢，我就算这个
9折的话，大概就是600多块哦，600出头，其实蛮划算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购，也期待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过个好年了。今天再次谢谢亮哥，感谢您。好，我们下个星期全球大量化直接线上见，拜拜，拜拜。